Huawei is very dangerous. Rarely does a country go to war with a private company. We have met the enemy, and it is Huawei. 私营公司很少会激怒一个国家，但华为的最新举动却让美国措手不及。他们发布了麒麟9020芯片，这款芯片性能强大，足以撼动苹果在智能手机市场的统治地位。Huawei is one of China's most successful global companies, and its smartphones rival Samsung and Apple for market share.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华为的最新突破势必会对 OpenAI 乃至国家数字基础设施构成挑战。We found out that Huawei's new smartphone is powered by a self-designed chip. 华为的创新究竟走得有多远？这次震撼行业的发布会对全球科技霸权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华为的技术跃升对全球科技主导权意味着什么？一场震撼行业的发布会。2025年8月，华为采取了近年来最大胆的一步，在对其自主研发处理器保持近5年沉默之后，该公司正式宣布，其最新的 Pura 80系列智能手机将搭载麒麟9020系统级芯片。这项前沿设计不仅重塑了华为的技术自主性，更预示着其将崛起成为苹果硅芯片霸权的直接挑战者。由华为旗下的半导体设计部门海思研发的麒麟9020，目前已驱动 Mate 70与 Pura 80两大旗舰系列，在能效、性能和设计领域都树立了新的行业标准。此次公开确认终结了长达数年的猜测。此前系统更新泄露的信息及中国平台流传的用户截图，早曾揭示该芯片组的名称。这次信息披露标志着自2020年以来，华为首次如此公开地承认其在芯片技术上取得的进展。此前关于华为处理器的详细信息仅来源于第三方的拆解分析报告，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 TechInsight 在2023年对 Mate 60 Pro 的深度剖析。该分析首次证实，中国顶级的半导体代工厂中芯国际采用了基于相同的先进7纳米制程工艺打造的麒麟9020，这是其前代产品麒麟9010的优化和效率提升版本。虽然并非全面的架构革新，但其改进幅度相当显著。这款芯片集成了华为最新的双集群 AI 核心、全新的 NPU 神经网络处理单元，以加速设备端的智能计算，以及升级版的 ISP 图像信号处理器，能够实现更清晰的摄影效果和实时的场景识别。它还包含一个专为鸿蒙操作系统设备优化的定制 5G 调制解调器，在降低功耗的同时提供更快的网络性能。分析师分享的基准测试数据显示，麒麟9020不仅在性能上与苹果 iPhone 17系列采用的 R8 芯片不相上下，在某些关键方面甚至超越了后者，其多核 CPU 性能提升了高达 12%， 而 AI 处理速度则领先苹果近 20%， 得益于华为专为生成式和视觉 AI 应用设计的专用 NPU， 电池续航优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持续高负荷运行下，麒麟9020的能耗更低，设备的续航能力远超同类 iPhone 机型。依托中芯国际的制造工艺与华为的设计整合，麒麟9020在不依赖外国制造设备的情况下，实现了接近旗舰级的散热性能和能效。这种自给自足的能力在全球智能手机制造商中是独一无二的。麒麟9020的成功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个曾被对美国半导体供应商依赖所定义的时代。2019年，美国实施的制裁切断了华为的芯片制造渠道，使其全球智能手机业务几乎崩溃。到2021年，其出货量已跌至制裁前水平的极小一部分。然而，华为并未因此退缩，而是启动了一项从处理器基带到操作系统的全面自主重建计划。其自主研发的鸿蒙操作系统已成为华为卷土重来的基石。华为深刻认识到软件对于国家自主的重要性不亚于硬件，因此投入了数百亿人民币，历时6年，每年动员超过1万名开发者来完善这个平台。到2020年中，运行鸿蒙 OS5 的设备已超过1000万台。该系统提供无缝的 AI 集成、高级的隐私控制以及跨设备互联功能，其卓越性远超大多数安卓系统。安卓系统难以匹敌，搭载麒麟9020芯片的 Mate 70与 Pura 80系列充分展示了华为生态系统的深度优化。鸿蒙系统通过调用芯片的神经网络核心，显著提升了实时摄像头处理、语音识别及多任务处理能力，即使在高负荷使用场景下，依然能保持流畅响应的卓越体验。到2025年第2季度，华为已经重新夺回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导地位，占据了 80.1% 的总出货量份额，创下4年来的最高纪录。行业分析师将这次复苏归因于3个关键因素：国内用户的忠诚度、尖端的工程技术，以及麒麟9020处理器在性能、续航和成本效益之间实现的卓越平衡。当苹果正努力追赶华为最新芯片上鸿蒙 OS5 的性能表现时，华为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发布了下一代旗舰操作系统。该系统有望彻底改变行业规则。
软件的未来，华为宣称其新一代操作系统 Harmonious Next 将开创性地构建一个全场景融合环境，专为高性能、安全性和跨设备无缝连接而设计。该系统既支持多点触控直观操作，同时也支持通过蓝牙或 USB-C 连接键盘、鼠标、麦克风、耳机等外部设备。鸿蒙 OS Next 融合了消费级的便捷性与专业级的灵活性，预装了不断扩充的原生应用生态系统。从2024年末的1万余款应用，到2025年中期应用商店规模增长至3万余款，覆盖了社交媒体、生产力工具、娱乐和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与华为早期的操作系统不同， Harmonious Next 不再原生支持安卓应用，而是通过隔离的模拟容器，如 Droidton 运行亚马逊、ChatGPT、Facebook、Netflix 和 YouTube 等精选西方应用。尽管这些应用可能存在偶发通知遗漏、分辨率降低等轻微限制，但确保了用户能够访问中国本土应用生态之外的服务。存储容量从 128GB 到 1TB 不等，并且可以通过华为专有的 Nano 存储卡进行扩展，其灵活性堪比甚至超越了苹果 iPhone 的存储选项。Harmonious Next 的核心是鸿蒙微内核，它取代了传统的 Linux 和 LOS 层，提供了一个安全模块化且高性能的平台。其混合架构融合了开放鸿蒙系统的模块化元素与单体内核的速度优势。华为系统核心采用鸿蒙微内核取代传统 Linux 及 LOS 层，构建安全模块化高性能平台。其混合架构融合开源鸿蒙的模块化特性与单体内核的运行速度，符合 POSIX 标准的兼容层搭载 Mozilla C 库，确保第三方应用能够高效运行。同时，多任务处理、网络管理和 AI 计算等关键任务都在安全隔离的环境中运行。内核的访问令牌管理器实施了精细化的应用权限控制，其安全性超越了苹果标准化但力度较粗的 iOS 权限体系。鸿蒙 Next 全面整合了 AI 与多媒体能力，内置的盘古系统支持深度学习，可以实现实时的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视频分析等功能。内核的访问令牌管理器实施精细化应用权限管控，相较苹果标准化程度更高但力度较粗的 iOS 权限体系提供更强安全保障。鸿蒙 Next 全面整合 AI 与多媒体能力，内置系统如大型语言模型、盘古与生成式 AI 框架、MindSpot 框架等内置系统与麒麟9020内核紧密耦合，实现了无需云端处理的高级端侧智能。原生工具如 Devika Studio、Aruli 和 Arts 康吉，使得开发者能够高效地构建跨设备应用。这种灵活性是苹果仅通过 Xcode 和 Swift 部分实现的。图形和多媒体由方舟引擎驱动，支持 2D 和 3D 渲染能力，内置空间音频与生成式 AI 功能，超越了苹果统一但更受限的 AR 与图形框架。该系统整合了分布式文件系统、高级任务切换，以及通过分布式包管理服务实现的无缝设备协同。苹果生态系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模拟了这些功能，但并未像 Harmonious Next 那样原生集成 PC 平板及折叠设备。空间计算、手势交互和全局语音助手 Celia 提供了媲美苹果 Siri 的系统级自动化功能，同时增强了跨语言场景下的 AI 响应能力。空间计算、手势交互与深度集成的 Celia 语音助手在功能上可与苹果 Siri 及系统级自动化媲美，同时提供跨语言跨场景的增强型 AI 响应能力。从市场角度来看，华为将 Harmonious Next 与麒麟9020芯片的整合创造了决定性的优势。尽管苹果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全球品牌认知度，但华为如今在 AI 性能、多任务处理效率、电池管理以及跨设备集成方面均已超越苹果。所有这些优势都源自一个自成体系、完全本土化的生态系统。苹果并非华为瞄准的唯一万亿级科技巨头，其最新的芯片正蓄势挑战英伟达，有望重塑全球半导体竞争格局。Cloud Matrix 3847月，华为技术在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工智能计算系统 Cloud Matrix 384。此次发布标志着中国最先进的本土科技企业迎来了一个关键时刻，使华为成为英伟达 GB200 NVL72 的有力竞争者。此次亮相正值美国持续实施出口限制之际，彰显了华为在缺乏先进西方芯片支持的情况下，推进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决心。与依赖独立软硬件层的传统 AI 加速器不同， Cloud Matrix 384实现了系统级的创新，其网络、光通信、软件及芯片架构都经过精心设计，以高度优化的整体平台而非独立组件协同运作。核心采用384颗由华为海思自主研发的升腾 910C 人工智能芯片，每颗芯片都集成了先进的人工智能处理单元与高速内存，但该系统的真正优势在于其规模和互联能力。华为采用了全互联超级节点拓扑结构，将所
所有384颗芯片相互连接，确保每颗芯片与机架之间实现快速无缝的通信。这种设计最大化了吞吐量，最小化了延迟，并实现了远超单张 GPU 的超大规模并行计算能力。尽管单张 Ascend 910C 在单芯片性能上略逊于英伟达 GB200， 但整个系统可以提供高达300 petaflops 的密集 BF16 运算能力，几乎是英伟达机架级配置性能的2倍。华为在内存容量和带宽方面同样表现出色。Cloud Matrix 384提供的总内存容量是英伟达 GB200 NVL72 的 3.6 倍，带宽是其 2.1 倍。这一成就源于对高带宽内存的精密集成以及数据路径的精心优化。尽管受限于国内的制造能力，华为仍然需要从三星采购 HBM 组件，但其已战略性的储备了足够的组件，可以组装多达160万套 Ascend 910C 芯片包。这种本土芯片设计与进口高性能内存的结合，展现了华为在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同时，维持大规模 AI 生产的能力。Cloud Matrix 384的物理设计同样精妙绝伦，完整系统横跨16个机架，其中12个用于计算，4个中央交换机架用于互联互通。网络架构采用了6912个 LPO 光收发器，实现了芯片间与机架间的高速互联。光通信技术确保了在超大规模场景下的性能稳定性，如果采用同缆传输，这里将会形成性能瓶颈。华为工程师针对低延迟与容错性对系统进行了深度优化。该平台经受住了高负荷的考验，打造出一个能够持续保持高性能的弹性平台。而英伟达由于成本和复杂性的考虑，在其 DGX-X100 NVL256 平台上避开了此类设计。能耗虽然较高，但经过战略性管理， Cloud Matrix 384的功耗约为英伟达 GB200 NVL72 的 4.1 倍，并且在每浮点运算和每单位内存带宽上的效率更低。然而，中国庞大多元化的能源基础设施覆盖了煤炭、水电、太阳能、风能及核能，使得华为得以突破西方市场的限制，自由地扩展计算能力。该系统的设计理念优先考虑整体吞吐量和可靠性，而非单芯片效率，这体现出一种工程思维，充分利用国家在能源供应和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供应链管理仍然是华为发展的核心。尽管 Ascend 910C 芯片由国内设计，但其生产仍然依赖台积电的晶圆和三星的内存，以及来自美国、日本和荷兰供应商的专用设备。华为通过复杂的采购网络，包括第三方中介，维持着供应链的畅通。与此同时，中芯国际的7纳米晶圆生产线持续扩产，月产量达到数万片晶圆。随着良率的提升，为构建完全本土化的供应链铺平了道路。软件集成则形成了另一层差异化的优势。华为系统将定制的硬件与优化的软件相匹配，该软件可以管理工作负载的分配、并行训练及容错机制。硬件、软件与光网络的紧密集成，实现了超越单芯片性能的效率与可靠性。这种硬件、软件与光网络的紧密集成，实现了超越单芯片性能的效率与可靠性。专家指出，华为的规模化架构能够提供卓越的实际 AI 训练速度，即使其单芯片在硅基指标上落后于英伟达和 AMD 的最新设计。与美国系统相比，华为的策略尤其引人注目。英伟达的 GB200 NVL72 专注于芯片级别的效率，以及与美国 AAI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生态系统的深度整合，而华为则着眼于整体系统的可扩展性、综合性能和能源韧性。其成果是打造出了可以大规模部署的人工智能超级计算系统，在总计算输出方面可以与英伟达相媲美，甚至超越。这无疑是中国在先进人工智能技术领域日益增强的工程自主性的有力证明。今年早些时候，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承认了华为的快速进步，并以云矩阵平台为例，证明中国的快速发展。他警示称，如果美国进一步加强出口限制，可能会反而强化华为的地位，进而改变全球人工智能力量的平衡格局。尽管他坚称英伟达的技术仍然领先一代，但警告退出中国市场将为华为称霸留下空间。随着华盛顿收紧出口管制，北京持续加大力度推动国内创新，扶持华为等企业建立更少依赖美国技术的自主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半导体分析机构 SemiAnalysis 的行业分析师迪伦·帕特尔今年4月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随着华盛顿收紧出口管制，北京持续加倍投入国内创新，扶持华为等企业建立更少依赖美国技术的自主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半导体分析机构分析师迪伦·帕特尔4月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指出华为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已超越英伟达的最新配置。其分析显示，华为基于 Ascend 910C 的384芯片配置，在特定基准测试中超越了英伟达的72芯片 GB200 NVL7。12，他解释称，这种优势源于华为先进的系统设计和超级节点互联技术。这项架构突破使得该公司的 AI 基础设施成为全
求最具效能的顶尖设施。Cloud Matrix 384并非华为今年唯一的重大新闻，另一项更重磅的发布揭示了该公司超越英伟达的坚定决心，一场实力雄厚的挑战。在华为 Connect 2025大会上，华为揭晓了迄今为止最具雄心的杰作 Atlas 950超级集群，专为数据中心级人工智能设计。该系统提供惊人的1 exaflops 的 FP4 半精度浮点运算性能用于推理，以及524 petaflops 的 FP8 低精度浮点运算性能用于训练，使其跻身全球最强大的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之列。凭借数十万个升腾 950D 神经处理单元驱动其性能，华为旨在挑战英伟达基于 Rubin 架构的系统。该系统预计将于2026年底问世。Atlas 950超级集群采用了超大规模架构，整合了64个 Atlas 950超级集群单元，这种机架级的 AI 模块与英伟达GB300 NVL74 及即将推出的 Vera Rubin VL144 相当，通过超过1万个光纤互联机柜实现互联。系统内置52万4千个288核 Ascend 950D 人工智能加速器，共同构筑了集群的巨大运算能力。纸面参数极为惊人：Atlas 950超级集群采用超大规模架构；2整合64个 Atlas 950超级集群单元；采用华为机架级 AI 模块，与英伟达 GB300 NVL74 及 Vera Rubin VL144相当4，通过1万余个光纤互联机柜实现互联5，搭载52万4千个 Ascend 950D 神经处理单元6，实现1 exaflops 的 FP4 推断性能7，实现524 petaflops 的 FP8 训练性能8，跻身全球最强 AI 超级计算机之列9，挑战英伟达2026年推出的基于 Rubin 架构的系统。Ascend 950 DAI 加速器每一块都为集群的庞大计算能力贡献力量，纸面参数极为惊人。该系统拥有524 petaflops 的 FP8 AI 训练能力，以及1 exaflops 的 FP4 推理能力，仅次于全球部分顶级 AI 超级计算机，例如甲骨文的 OCI 超级集群，后者通过13万1720块英伟达 B200 GPU 实现 2.4 exaflops 的 FP4 运算能力。尽管这些是理论峰值，但华为的数据凸显了该公司在最高级别的人工智能性能领域参与竞争的意图。Atlas 950平台同时支持 ROSI 融合以太网上的远程直接内存访问和华为专有的 UBOE 协议统一总线 over Ethernet。UBO 专为实现更低的延迟、更高的可靠性及减少硬件开销而设计，所需的交换机和光模块数量远少于传统架构。华为的双协议设计赋予用户灵活的选择权，可以在成熟的网络标准与自主优化的框架之间自由切换。该系统专为处理海量 AI 工作负载而设计，可以支持参数规模从数百亿到数万亿级别的模型。其在计算密度、带宽与系统稳定性之间的平衡，使其适用于新一代大型高密度稀疏型 AI 模型。然而，鉴于其庞大的规模和基础设施需求，预计仅有少数机构能够部署该系统。华为 Atlas 950超级集群的工程理念基于强大的计算能力，而非单芯片性能至上。该公司承认，目前尚无法在单处理器层面匹敌英伟达 GPU 的性能。其突破之道在于通过规模化部署实现 exaflop 级别的性能，将数十万枚 AI 加速器编织成统一的计算网络，其性能足以匹敌英伟达计划于2026至2027年间推出的基于 Rubin 架构的尖端集群。每个 Atlas 950超级集群单元，超集群的基础构建模块集成了8192颗升腾 950D 芯片，相较于早期的 Atlas 900A 非超级集群单元，亦称 Cloud Matrix 384，其处理单元数量增长了20倍，由此实现了性能的飞跃。单超级集群单元可达8 petaflops 的 FP8 和16 exaflops 的 FP4。在性能层面，华为 Atlas 950超级集群的原始计算输出超越了英伟达即将推出的 Vera Rubin VL144 系统，后者约提供 1.2 exaflops 的 FP8 和 3.66乘10飞18次浮点运算，华为的方案则实现了远超此数值的性能。但如此强大的性能需要付出巨大的物理空间代价，整套超级集群需要160个机柜，其中128个用于计算，32个用于通信，总占地面积达1000平方米，约合2个篮球场的面积。相比之下，英伟达的 Vera Rubin VL144 仅需数平方米的空间，仅需1个计算机架及配套的线缆与交换机架。华为的架构以牺牲体积换取规模优势，通过庞大的处理单元互联网络实现计算吞吐量的最大化。当64个 Atlas 950超级集群单元完全组装完毕后，其覆盖面积约达6万
40,000平方米，相当于150个篮球场或9个标准足球场。实际部署中，如果计入供电站、制冷设施及运营场所，整个基地的占地面积将更为庞大。该项目的宏大规模彰显了华为构建超级计算机的理念，通过扩展与集成实现突破，而非追求极简主义。展望未来，华为已经规划了下一阶段的发展，定于2027年末发布的 Atlas 960超级集群及其配套的超级集群单元将进一步提升性能。新系统将扩展至超过100万个升腾960神经处理单元，预计可以提供2 Zetaflops 的 FP8 浮点运算性能及4 Zetaflops 的 MXFP4Z 浮点运算性能。该系统将同时支持 ROSI 和 UBOE 网络架构，其中 UBOE 有望在保持以太网兼容性的同时，实现更低的延迟和更高的可用性。华为的目标已不仅限于商业领域，正以决定性的步伐迈向未来，揭晓一项突破性技术，旨在为整个国家提供动力。在 GITEC 全球2025峰会上，华为政府部门推出了 GovTech 1.0 框架，这是一个旨在引导各国政府迈入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下一阶段的战略蓝图。该倡议标志着华为全球使命的关键一步，通过先进技术实现治理现代化，强化国家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在发布会上，华为中东及中亚 ICT 市场与解决方案销售部总裁唐亚伦阐述了公司加速数字化治理的路线图。他强调，华为的目标是帮助政府从传统的行政体系向智能数据驱动系统转型，并将 GovTech 1.0 定位为这一进化的基石。作为活动的一部分，华为联合 IDC 与 GISM Intelligence 发布了全球数字化与智能化指数。该指数通过7个维度评估90个国家的数字化成熟度、数据生成、传输、处理与存储、应用、数字能源、政策与人才以及生态系统。该指数为各国政府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基准，以评估进展并制定有效的投资策略。人工智能的崛起迫使各国重新定义治理模式，已有170多个国家将官方数字战略纳入发展议程。根据联合国政府发展指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在服务交付与数据管理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已成为数字治理的区域领导者。基于广泛研究构建的 GovTech 1.0 框架遵循4大原则：网络宽带化、平台标准化、数据协调化、应用智能化。4大支柱共同构筑了一个统一的架构，助力政府构建可靠的数字基础设施、集成平台以及人工智能驱动的应用。这些支柱共同构建了统一架构，使政府能够建立可靠的数字基础设施、集成平台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应用程序。华为的框架利用其在连接性、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核心优势，提供端到端的数字治理解决方案。它从宽带网络开始，这是任何数字国家的基础。随着对智慧城市、安全公共服务和数字办公室的需求增长，高带宽多服务的私有网络对于维持智能运营至关重要。平台标准化使得政府能够在安全的云系统内整合各项服务，通过集中计算资源，政府能够实现高效的公共服务交付。随着智慧城市、安全公共服务及数字办公需求增长，高带宽多业务专网成为智能运营的基石。平台标准化使政府能够将服务整合至安全的云端系统。通过集中计算资源，华为减少了碎片化，简化了维护，并增强了安全性。这与美国公共部门的分散式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的数字化转型由美国数字服务局、总务管理局 18F 等多个机构主导。美国体系重视开源和模块化框架，旨在实现透明化与民主监督。而华为模式则通过集中化的基础设施，强调集成性、高效性与规模化。通过数据协调，华为促进跨部门信息的无缝流动，统一的平台提升了数据质量，减少了瓶颈，支持了跨机构的协作。这种方法不同于美国的联合数据结构，后者通过零信任架构和合规框架，如联邦 RAMP 和 NIST 优先保障安全。美国模式保障机构的自主权，而华为系统则强化了国家协调与决策速度，以凝聚力换取去中心化。最后，智能应用驱动人工智能赋能的治理创新。华为通过 DevCloud 和 Modular 平台提供支持，使得政府能够高效地设计、部署并优化智能应用。这种方法使得华为更接近垂直整合模式，将硬件、软件和人工智能融合为一个单一的生态系统。相比之下，美国的 IBM、微软和 Palantir 等企业为政府构建模块化工具，但未能提供完整的国家运营框架。在全球范围内，华为的 GovTech 1.0 国家中心化愿景相当于为政府打造的综合数字操作系统，在统一的架构下整合了数据管理、人工智能和基础设施。相比之下，美国同行通过 AWS GovCloud、微软 Azure Government 及英伟达 DGX Cloud 等平台推广其政府中心化理念，提供强大但独立的系统，侧重于互操作性而非国家层面的整合。华为的野心远不止于此。该公司推出了大胆的计划，力图超越 ChatGPT， 提供突破客户想象边界的人工智能服务。
下一代云端人工智能服务。在2025华为开发者大会上，华为云执行董事兼 CEO 张平安正式发布了新一代华为云 AI 服务。该平台基于革命性的 Cloud Matrix 384超级节点构建，为大规模 AI 模型提供了卓越的定制化计算能力。该服务与盘古模型 5.5 版同步发布，此次重大升级实现了5大核心能力的突破：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多模态理解、预测分析及科学计算。这些创新成果彰显了华为持续追求效率与性能的承诺，覆盖了农业、制造业及科研等多个领域。华为诺亚方舟实验室主任王云熙详细阐释了盘古模型的先进架构设计。与此同时，华为云首席技术官姜玉新展示了全站 AI 创新如何重塑云服务格局。华为云首席技术官张旭新演示了全站 AI 创新如何重塑云服务格局。全新的 AI 云服务专为满足新一代基础模型的海量计算需求而设计。每个 Cloud Matrix 384超级节点由384个专属 NPU 和192个通过高速矩阵链接网络连接的鲲鹏 CPU 组成，形成强大的 AI 服务器。每张卡每秒可处理2300个 tokens， 速度比传统系统快近4倍。该架构支持混合专家模型，每张卡分配1位专家，使得单节点内最多可以同时处理384位专家。除了原始速度之外，系统还引入了灵活的任务分配机制，将资源利用率提升了超过 50%。针对超大规模训练，最多可以互联432个超级节点，形成包含16万张显卡的集群。在统一的架构下，同时支持训练与推理。该设计使得数据中心能够动态地分配计算资源，在非高峰时段进行训练，在需求上升时运行推理，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运营效率。如今，华为云 AI 服务已经为超过1300家客户提供了 AI 基础设施支持，包括 Sina、Model-based、Silicon Flow、3Sesity 及中国科学院等机构。随后，焦点转向盘古模型 5.5， 华为最新推出的行业聚焦型 AI 解决方案，旨在攻克专项挑战并重塑跨领域运营智能。其突破性的进展包括盘古自然语言处理模型，该模型拥有7180亿参数，配备256位专家级知识库，在推理、数学计算及工具交互领域表现卓越。跻身同类模型顶尖行列，模型全程基于华为云端全站基础设施上完成训练，为大规模 AI 创新构建了统一的基础。新模型在长序列理解、自适应推理、幻觉率降低及智能体性能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通过独特的快慢思维机制，该系统能够根据任务的复杂度，在快速响应与深度分析之间切换，整体推理效率提升了8倍。盘古深潜器进一步拓展了这些能力，实现了多步网络推理。通过独特的快慢思维切换机制，系统能根据任务复杂度，在快速响应与深度分析推理间灵活切换，整体推理效率提升8倍。盘古深潜者进一步拓展这些能力，可执行多步网络搜索生成长篇问答输出，并自动生成超10000词的自动化研究报告，所有操作均在数分钟内完成。为助力企业应用这些能力，华为云提供完整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包含基础模型与行业模型、精选数据集、工程工具、训练工具链、评估系统及领域专用评判模型。客户可以通过华为 Model-as 平台，针对特定需求对盘古模型进行微调。中国科学院、农业科学院的成功案例尤为突出。该院基于盘古基础模型构建了农业科学发现模型，整合了海量的生物数据集与研究文献。该模型加速了作物育种进程，缩短了研究周期，并提升了基因分析能力，最终培育出了植株高度缩短 25%、抗倒伏且保持稳定产量的新型水稻品种。在同一场合，华为还发布了5款行业专属的盘古深度思维模型，分别面向医疗、金融、政务、工业应用及汽车创新领域，所有模型均定于6月正式发布。该公司同时揭晓了盘古世界模型，作为其多模态框架的组成部分，该模型可以生成数字物理空间，用于训练自动驾驶系统及具身人工智能机器人。借助该模型，广汽集团现在可以在数分钟内重构复杂的驾驶场景，无需耗费成本采集真实视频即可生成高质量的训练数据。华为同步推出了云端机器人具身 AI 平台，该平台整合了数据合成、模型仿真、云端边缘部署及感知功能，为深化机器人生态协作。其推出的机器人云协议鼓励合作伙伴共同制定智能机器人的开放标准。盘古预测模型
型通过统一的3元组变换器架构，将其影响力延伸至预测分析领域。该模型能够在单一框架内处理时间序列、表格及图像数据，其工业应用已经开始创造切实的效益。海螺水泥运用该模型预测熟料强度，并优化原料配比，实现了降本增效，助力绿色制造。中国宝武钢铁集团通过优化炉温提升了效率，日均减少燃料消耗20吨。同时，天津能源集团借助精准的需求预测，实现了供热平衡，并降低了10%的能耗。与此同时，盘古科学计算模型持续推动着气象与能源领域的突破性进展。深圳与重庆气象部门目前正依托该模型实现精准的区域预报与极端天气预警。深圳能源集团则运用其优化可再生能源发电。盘古 CV 模型搭载100亿参数，为工业应用提供了尖端的多视觉感知能力。例如，中石油已经在100余个油田部署了该模型，利用 AI 以亚毫米级的精度检测管道缺陷，人工巡检量减少了1/4，效率提升了40%。在30余个行业、500余个真实场景中，盘古模型正重塑着政府、企业及机构的运作模式，重构着全球智能产业的基础架构。活动进行中，华为云宣布全面品牌升级，重申其开创人工智能计算的承诺，助力客户引领智能时代。该公司还发布了 Modellets Versatile 一款 AI 智能体平台，企业可以通过自动化的工具链，在数分钟内构建专业级的智能体。华为云 AI 助手盘古多尔以及开发者智能体 Kyoda Store 的升级，展示了 AI 驱动的自动化如何重塑工作流效率。Kyoda 开发者助手目前支持完整的研发生命周期，生产力提升超过40%，并具备企业级的安全防护与实时漏洞检测能力。就连三清道院博物馆等创意机构也采用了该平台，以创纪录的时间设计沉浸式的数字体验。华为进一步扩展其 AI 生态系统，推出了 Gauss DB 助手。这款 AI 驱动的数据库助手融合了检索增强推理与自动化故障排除功能，以及 Meta Studio， 一个能够实现实时自然交互的先进类人虚拟人类平台。模型安全同样成为焦点，全新推出的模型应用防火墙旨在防范提示注入攻击，并在推理过程中保护模型安全。最后，华为盛赞其日益壮大的开发者社区，超过1300万开发者正基于其统一的技术站进行创新。该站包含鸿蒙 OS、鲲鹏、Gauss、DB、Euleros 及华为云。全新升级的华为开发者空间与华为开发者大赛的启动，将邀请全球参与者探索华为全站 AI 技术，并共同定义智能创新的新纪元。感谢观看，现在请关注屏幕上弹出的视频，了解更多令人惊叹的故事。